基辛格又和美国政府唱了反调，呼吁中美高科技领域采取合作态度。基辛格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够帮助美国下一次台阶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这几天美国国内呢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有些变化，就是鸽派的声音多了一些。这不是有几十个团体吗？最近的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一些个缓解中美关系的措施，有些态度要拿出来嘛。然后那个特朗普最看不上的那位就是基辛格又出来发话，说希望中美之间呢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机会。他是利用一个上海举办的这么一个论坛，他发的视频给人发过去了。当然了，因为这个论坛在上海举办，可能基辛格说些客气的话。其实中美之间有两个领域是对立冲突最严重的，一个呢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击，特别是芯片都很熟悉了嘛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看到美国对这个芯片的这个管制啊，还没有任何放松迹象。反正是不管是设备也好，产品也好，向中国出口，很多国家都在这儿受了牵连。另一个呢就是台湾问题，美国人试着用台湾问题当筹码，逼中国在其他问题上，特别是贸易问题上进行让步，这也干了好几年了。至于什么人权问题呀、新疆问题呀、香港问题呀，其实都是美国人的配菜，核心还是这两个问题。如果美国人还想继续跟中国进行一种强烈对抗的话，那么美国人一定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向中国持续施压。如果美国感觉这么对抗下去，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话，恐怕就只能选择在这两个领域向中国做一些让步，换取中国在经济上给美国一些配合。我们也很清楚啊，就是美国最近时间的通货膨胀让美国极其难受，再加上通货膨胀他们自己吃进去了嘛，而这个制造业产业链呢，就是全世界这个制造业产业链基本崩塌之后，只有中国人的供货，所以美国的通胀根本输不出去，只能自己消化嘛。这种情况下，可能美国会希望跟中国关系再靠近一步，那么通过一些让步换取中国的一些个支持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两个核心问题，如果分出了胜负或者达成了新的平衡，进行了利益交换，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。前一段时间的博弈啊，就是中美都希望着新的平衡能够向自己倾向一下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呢，中国没输，美国呢也没赢。美国说平手呢，中国还不干。如果继续要斗下去会怎么样呢？其实你看军事上，美国现在是有老本可以吃啊，但是美国也觉得这个老本再吃下去能吃多少年呢，很成问题。反正中国这个军队发展已经捏住了美国三个要点，你航母的生存现在已经不太安全了吧？你基地的安全问题好像也不太舒服了吧？你隐身飞机的隐身效果还能不能守得住？这都是大问题。而美国的战略这三个支柱如果不行的话，美国军事上跟中国叫板底气不足啊。另外就是科技上，中国死命在芯片制造工艺上去寻找一些突破，使劲的攻关。目前看我们这个芯片生产工艺的这个发展比预期的还要快一点，弄得美国也很紧张。所以有些人讲话，你把中国逼急了干什么？真把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逼出成果来了，你美国把自己的路就给断了，你还怎么去钳制中国呢？所以这种高强度竞争，美国也感到很吃力，加上自己经济问题，大家都不看好美国未来发展。所以说基辛格还算聪明，他应该也是看出来了，这么硬拼下去的话，还不如找个台阶下。美国能够体面下台，对美国的威信来讲，损失就是最小的。最近呢，美国公开说不支持台独，就是给自己留了一个进退的余地。那么基辛格这次讲的话呢，也是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就是要求美国能够体面的跟中国进行这个对话，停止对抗。他的话说的是，任何一方都不能谋求垄断，双方必须达成一致，设置一些限制，并且符合双方的安全利益，符合他们未来的商业利益和人文发展。尤其是说不能垄断，要设置一些限制，说明还是希望这个合作呢，要给美国保留一些自留地，保留一些核心利益领域，这些领域就不希望中国发展介入了。对中国来讲呢，毕竟我们要的是和平崛起，太平洋足够大，容得下中美两国。中国人说过美国人要到了吧的这句话，最好有更多的美国人能够相信。好，关于基辛格的发言是不是能够代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意见，能否作为一个美国走向缓和的信号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